像 Rare Beauty 啊那些腮红膏、腮红液什么的，真的没有它好看，没有它自然，没有它显色。你就用它像梳头发一样的梳你的睫毛。用完它以后，我觉得我不会再去回购爱杜莎了。Hello， 大家好，我是穆迪，欢迎回来频道。今天是年度爱用彩妆。我最近一直在看其他 YouTuber 的一些年度爱用的彩妆分享那些欧美博主都是10个粉底、10个遮瑕、10个腮红的那么推荐，那不就没有了年度爱用最爱的意义了吗？在我这里，最多一个品项1到2个，一个专柜一个开价的。补妆和定妆的粉饼，丝芙兰自营品牌12小时控油定妆蜜粉饼，它是可以定妆也可以补妆的。我目前用过最控油的里面最不干的最轻薄清透的粉饼了。你每次补妆的时候，它可以让你油腻的表面变得特别的平整，把你的毛孔全部隐形，就跟你刚上妆那个状态是一样的，而且完全不卡粉。你之前即使不用餐巾纸去按压那个油分，它都不会卡粉。当然我还是比较推荐它给偏油皮，因为它控油力真的很强，保证你一天那个妆容是完美的状态。底妆粉饼，我不知道能不能给你找到之前上妆的视频但它真的是我今年最爱用的，直接当底妆遮瑕的粉饼了。它的遮瑕我没有想到是这么高，几乎和 Make Up Forever 媲美。这么高的遮瑕，上妆的工具是什么呢？你千万不要用它自带的粉扑，也不要用这种普通的这种你知道长绒粉扑、直绒粉扑都不要用，你就用一个平头刷子。我这个很便宜是 ELF 的，3美金，任何平头刷都可以，戳在脸上，这么打圈或者往下拖拽的方式，或者这样按压的方式，你觉得怎么着不卡粉你就怎么上妆，只要不用粉扑上，那个妆容都很完美。他说是干湿两用的，不要这么用，就干用就好了，用刷子戳，因为湿用的话，它这么高遮瑕的情况下很容易结块，磨皮柔焦的效果也是满分。记住不要用它补妆，很多人说不好用，就是因为你们拿它补妆了，它不是补妆粉饼，它是底妆粉饼，带有遮瑕的。所有的底妆粉饼带遮瑕的去补妆都容易很灾难，遮瑕那个粉体一上去，你就会和之前的油融在一起，就有点像土石流一样的，你想想它能不斑驳吗？补妆就要用这种没有遮瑕、很清透的或者透明的白色蜜粉。底妆部门是没有粉底液的，看我视频时间长的人都知道，我是不用粉底液上妆，只用底妆粉饼，就带有遮瑕的粉饼。长期下来减少了痘痘、白头的产生，因为你皮肤控油力增加了嘛，痘痘也变得越来越少了。我个人觉得这是对皮肤更好的一种上妆方式。而且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油了，我还是喜欢用粉饼上妆，真的是又快速又简单，然后到下午补妆也很容易。上完这些粉我脸会很白，用粉顶上妆通常没有光泽，一张大白脸的感觉，一定要用修容腮红还有高光，还原脸的立体度、骨骼的轮廓，也是我上妆最喜欢一个环节。修容只有它不会给我那种络腮胡的感觉，而且它的灰度棕度是调得刚刚好的，你手重也不会出错。它是雾面的，但它其实是古铜粉是 Milani 的，其实是非常早的一个古早网红 Silky Matte， 色号是01号 Sunlight， 我真的找不到替代，我努力了。我后来又买了 YSL 特别火的那个皮革修容，那个也很好看，但那个颜色有点偏棕了，就不像它还有点灰调。它有一点点这个灰调呢，让你修鼻影都是可以的，色调调的一绝，我找柜替都找不到。据说 Milani 现在很难买，大家如果去店里或者去代购能买到就且买且珍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停产了。然后鼻子修容我懒的时候还是用了 Milani， 因为像我说的它有灰调嘛，也可以修鼻子，但一般来说我是用 Missha 的 Cotton Contour， 已经铁皮，我用它只修鼻子都铁皮了，而且这个包装已经碎掉了，已经是一边是烂掉的，我还一直在用，因为我是鼻头比较大的嘛，我修一个鼻头的前端，只有这个颜色不会看起来不自然。刷子我就用的很简单，一个眼影刷，任何眼影刷就可以，这种扁眼眼影刷就刷在鼻梁两侧的位置，
尤其如果你鼻头很大的话，你就刷就鼻头侧面。终于要揭秘我今年最爱的腮红了，用任何刷具都不会出错的。之前总是在卖关子，让大家猜到底是什么。我最爱的腮红膏其实也是往年的最爱，因为我今年又试了几个，包括像 Rare Beauty 啊那些腮红膏、腮红液什么的，真的没有它好看，没有它自然，没有它显色。还是它 Holika 土豆泥果冻腮红膏，它你怎么刷都不会带走底妆。我之前是用粉饼上妆的哦，按说是很容易被刷走的，对不对？你在上面刷它，完全那个底妆巴巴的扒在脸上，然后上面很显色，就很神奇。这个质地做的真的太绝了。然后这个颜色也是那种橡皮粉，但是它是有点偏那种橘色系的，很元气，上脸1秒变嫩妹。它的质地是这种土豆泥的，非常的 Q 弹水润，那种软软的感觉，就很像之前 MAC 那款也是一个土豆泥的腮红嘛。那这个跟那个毫无差别，而且它持久度更好。我用1天到晚上，我的粉底都要脱妆了，这个腮红还在，没有任何缺点。一款腮红膏，我除了这个色号，忘说色号了，04号 NARS Jelly， 我还买了一个偏粉色的哦，这个是05号 Rose Jelly， 这款粉色也挺好看的。你就用任何的粉底刷，密实的粉底刷刷它是最好看的，上妆是最自然的。我这个是 Hourglass 的，但你任何密实的腮红刷都是 OK 的。今年发现的宝藏高光和腮红 Topper 超级平价，我打折买了，你都不敢相信，只要3美金。对，这么大一颗，有多少克？10克，我天哪！好吧，10克的高光和腮红的一个提亮色，这个颜色绝紫，超级的闪，我没有办法说它的美了。闪得很低调，但是又有存在感，不是那种大亮片。那我今天脸颊就涂这里，我今天所有的底妆都是用推荐的这些。你知道让我想起了什么吗？让我想起我之前很爱的 Becca 的叫 Champagne Pop 啊，那款完全是停产了，比 Champagne Pop 更不偏金一点，更加偏米色，就米金调，它不是偏银调的哦。我不喜欢偏那种水光银调的感觉，上在皮肤上很突兀，没有必要那么闪，它闪的就很自然。哦，色号它也有好几个，我这个叫 I Met Someone， 名字很有氛围感。眼影盘其实我最喜欢的是 Natasha Denona， 但是他们停产了这个 mini palette， 很伤心，真的是粉质绝子。你看我这个都已经用到完全凹的凹，托盘的托盘，可想而知我有多常用它。有的大家就慢慢的用，珍惜一点的用。然后今年发现很好用的是 YSL 的皮革眼影，它也是质感很好，粉质很细腻，上眼就是2个字，高级。尤其这个颜色是100号嘛，也是他们家最先推出的这个颜色，它是清透闪银作为打底的，然后水泥冷调的那种裸棕色，可以打造日常的烟熏妆容啊，你睁眼闭眼的还可以看到那个银色的闪光在里面。它的闪片做的绝美，它的亮片色也是找不到替代的那种。尤其我特别喜欢下面这2个棕色，还有那种水泥灰棕，把它们 mix 在一起之后，当一个眼尾三角处的小烟熏的感觉。如果其他颜色你们有很喜欢的，也麻烦在下面告诉我，推荐一下。因为我在网上看这些试色看不太准，我感觉7把1号可能更加的自然一点，是生巧暖棕色。然后是我很爱的 ELF 的4色眼影，我其实他们家全部的眼影都有收。那这款是新入的，叫 I Love You Latte。那这个颜色呢是很多的 transition color， 你各种的眼窝色呀、打底色呀、深棕色、眼尾拉长色呀，这一盘都搞定了，全部是亚光雾面的质地，粉质也做得很好，只要3美金。我每次觉得眼睛这块，尤其是眼窝这块没有画好，脏脏的，我就拿这个白色，有点偏米黄色这个颜色，用一个大刷子在这扫一下，
眼窝立马就变得自然，眼影没有很明显的分界线了，特别的柔和。然后下眼影呢，我一般都是用 Laura Mercier 的眼影棒，就直接画一下就好了。我比较懒，我懒得去在那里勾勒那个颜色啊，而且下眼影我发现很容易画到眼睛里，我又是每天戴隐形眼镜的，眼影粉画到眼睛里很难受，眼影棒就避免这个问题。然后我很喜欢的是这个，大家一定要去买，放在眼头美到爆炸，是 Rose Gold Strapless。我发现用它画下眼睑是最好的。那如果是画整个眼皮呢，它就没有那么出彩了。那下眼睑就特别的自然，不管你之前什么眼影啊，跟它一过渡一连接上，都像你精心画了一个眼妆。眼线笔也是老生常谈了，用了很多年的 Urban Decay 的 24/7， 顺滑而且很软，那个膏体不会拉扯你的眼皮，就轻轻一带过，那个眼睛那个 V 型就出来了，眼线拉长很好使。然后我觉得这种削的笔也挺好的，因为每次削完以后上面尖尖的嘛，画眼线很精准。它真的是不晕染啊，至少在我的眼睛上没有说因为流眼泪啊什么它就整个晕掉，它没有。拯救你所有老废旧的睫毛膏的，用这一支打底就可以达到睫毛根根分明的效果。你其实不用加睫毛，它都可以让睫毛卷翘一整天的。也是超平价的橘朵睫毛打底定型睫毛膏，看它的样子是一个齿梳型的月牙形的刷头，很贴合你的眼睛，也蛮适合亚洲人的眼型的。它真的可以长时间的卷翘补塌，防出汗防脱妆。它这个小刷子可以很精准的刷到你每一根睫毛，你就用它像梳头发一样的梳你的睫毛，马上纤长度卷翘度就出来了。用完它以后，我觉得我不会再去回购爱杜莎了，就这么好用。睫毛膏就无所谓了，我这个也是很便宜的 Essence Lash Princess 这款粉色的 Current Volume， 它就是很浓密的那种，老美喜欢的。单涂它的话，你是会睫毛塌掉的，但你用到第二步，浓密度马上就出来，持久度也很好，刷起来很容易。我刷下睫毛也能刷出来很明显的效果，那种芭比娃娃的感觉。然后平常我在视频里呢，近半年也会发现我经常是戴假睫毛的。我从整段的那种睫毛变成了3段式那种分段式的，我觉得更容易操作一点，而且它持久度也更好。我是在就淘宝随便买的，或者亚马逊上我也有买过这种分段式的比较自然款的睫毛，我会把链接都放在下面。上假睫毛很重要的就是要一个好镊子和好胶水，那这2个其实我是更推荐给你们的。这个镊子我是要 YesStyle 买的，它是那种长形的，看这种鹰嘴加手残党救星，一下子就可以弄到你的睫毛根部，然后你每次上假睫毛的时候很方便很快速的。胶水也很好用，是 Ardell 的 Lash Grip， 我每次用它都能持久，睫毛一整天不会掉，去走路什么的刮风那个睫毛也不会掉，持久度很强。 OK， 我们来说唇膏吧。专柜是 Hourglass 的，是今年的新款，叫轻舞方兔亚光口红，我的色号是 Foxglove 356，这个颜色是中储系的同款，也是它广告色，上面描述的是暖丽豆沙色，但我跟你说它跟豆沙色没有任何关系。我当时涂上的时候说我是不是拿错色号了，它官方的说明很不准，在我这里就是一个橘棕色调，有一点偏暗的橘色，比较日常的橘色。它里面是有精油的成分的，所以上唇非常的丝滑柔软。它是雾面的，但完全不会干，你嘴唇就是那种丝绒质地，你抿的时候不是那种干裂裂的干巴巴的感觉，就像你上一个唇膏加上一个唇油，滋润度啊，但你表面看起来是亚光的，颜色也是很好看，我很喜欢这个橘色。我目前如果想用橘色的话就用它，其他的橘色我觉得太亮眼了，尤其什么南瓜橘啊那些我真的驾驭不了。开价最好的口红就是它 Milani 的 Color Fetish， 也是亚光的口红，但它的 finish 也是那种丝绒质地，完全不拔干，和刚才 Hourglass 一样的。然后这3个颜色是我最推荐的，也是用的最多的，一个是 Pillow Talk CT Pillow Talk 的平替 Secret 这个颜色，
裸粉色，但绝对不会显得很没气色。粉红色，这颜色做的很正啊，叫 Paddle。我是看 Jessica Brown 一个 YouTuber， 我很爱她，她在视频里擦这个颜色超级好看，1秒种草。其实她在相机里看起来会比本人看上去更好看，粉红色调做的很正，镜头里面就看起来很亮眼。好，这个颜色是现实中比镜头好看的，是我今天擦的 Passion 秋冬必备色，棕红色。镜头看起来可能有点，我这么看是有点偏橘了，但现实中是很正的棕红色，散发着那种女性很干净利落、很自信的范儿。秋冬必备色啊 ，Passion 真的很好看。这颜色也是目前我没有在我口红的 collection 里面找到替代的。今年最爱的唇油也是 Milani， 他真的没有给我广告费。我不认为 Milani 给任何一个博主广告费了，他们家好像从来不推广，从来不做广告的，但就是好用。好用的东西往往不用推广，大家都会发现。这个唇油我真的是买了一支又一支，哪个颜色都好看啊！这2支我是几乎空管了的，是今年年初买的。一个是这我很爱的一个裸粉色 Lychee 160 170 Honey Fig， 这个味道超级好闻，他们家所有的名字是对应它的香味的，像果香、水果香，完全不是那种香精的感觉。你看我现在这亚光的吧，我就给你涂一下 Lychee Nectar， 你看一下，我这已经没有了，立马嘴就很亮，而且它很不干。我是有唇炎的本身，我只要用到里面香料太重的，添加很多 fragrance 啊那种唇膏，我就过敏。这个完全不过敏，反而每次我嘴唇起干皮的时候，我觉得需要一个修复的时候，我就涂它。白天涂1天，晚上那个嘴就修复好了，巨润巨嫩，那个干皮完全被修复掉了。里面确实有精油的成分，是滋润嘴唇的。然后新推出了这几个 Luminoso， 它和我最爱的那个腮红 Luminoso 是一个色调，有一点偏闪片的粉色。然后这个我也买了，叫 Cranberry Currant， 有点偏紫红色的哦，它是也是有细闪的，就比较适合特意是在新年推出的这2颜色，特别好看，也是搭任何的口红都会增加它的滋润度，增加它的口红的质感，而且是会护唇，是会养唇的这种唇油。我在其他品牌真的没有找到。你说有哪个品牌可以说用完1天嘴唇变好吗？没有，除了它。今天视频可能会很长，但绝对是我全年爱用、不能割舍的，评价里面没有跪替的产品。希望你们喜欢，不要忘记点赞哦，订阅关注我频道。谢谢你收看，我们下期见。